人要防止容易发生的一些偏差所以头一了就是念佛最忌精神涣散。念佛的时候精神不集中这精神涣散提不起精神来这个是最忌的。还忌讳什么字迹模糊。你看这一句这个声音出来是模模糊糊的先快后慢，一上来挺有精神，念得很快，越念越慢，越念越慢既无音节，没有音节我们这个有引磬它就有音节念南无都念南无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跟这个语气相应的，这就是音节。这个音节的关系很大这个能够摄心所以它是个法器，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它是法器。法器呢，就使你用的人能得到法的利益。所以它这个就是有音节，你自个儿念呢也没有音节，或者你敲这个语磬敲的这个快慢不一致，那也是没有音节。就说唱歌你这拍子不准你这个打拍子的东西都不准那这个歌就唱不好了。又不连贯，念这太小差了，不定上什么去了。我赶紧收回来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就跑了，这个心里头不连贯心不应口，心嘴里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心里头想的不是。现在还讲呢，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谁真对我不起我对他那么好，他对我就这样。你惦记这个事儿，或者惦记我这个彩电他妈这会买得上买不上你讲到这些事儿你心就不应口声不应口，你声不摄念，所以出一点声，这个声音就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这关键这就说是秘诀就在于自念自听。所以都舌六根观音耳这个反闻法门，我们这里也就有一点近于这个反闻的意思，当然不是全部。你自个儿听你自己念的这一句这你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你听的也是南无阿弥陀佛，都摄六根这不就把你这个舌根耳根都摄住了。你这时候又听的是这个，又念的是这个，你心里就想的是这个，一遍也就摄住了，那别的都摄住了吧？是不是都摄六根那是吧？这是一个关键要能够听，要能听呢就有点声。这个一般我们自修以金刚石最好就是刚刚有一点声音，声音在这个唇齿之间，嘴唇跟牙齿之间，但是不是发很大的发出来这个呢既有声音有氧气叫金刚齿。有声音只在嘴唇跟牙齿之间，不是很大的。默念一样可以听，就是默念要听嘛，累一点所以这个呢不是绝对的，你就是战乱的时候，什么烦恼来的时候，你可以大声念，敌这个，你念得很清净很清净，你就可以很小声的念金刚石，或者再小一点都可以那有时候要听这个声，这个声音呢就能摄你的念，这是念佛法门的特别殊胜之处你念出这一句它就能摄你的念头。它有作用呢。你这念的这个声不摄念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个儿不连续，精神涣散，现在在想别的，自个儿也没听见那这个就不好了，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这样做是什么呢？叫做清素养食，这是一个咱们佛教的一个常用的成语。就你很轻率的这么念呢，你不是转识成智，你在那儿培养了识。咱们的修持啊，就是要把八识转成四智啊。咱们这个念呢，就是要把这个分别的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啊。要使它转呐，你现在这么着去念啊，又无音节，又不散乱，又精神涣散，又不连贯啊，自己心想的跟嘴里念的不一样，而且这个声音念的时候也都摄不住你的心。这种是养识，你不是转识，你使的那个识啊，他在那儿就修养了，是吧？古德所叹的，古德就是很感叹呐，啊，就这样念呐，啊，可惜了啊，你这个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佛法难闻，净土难信，你还肯念，但是你念呢，你就是这样的念呐，很可感叹了，是吧？很可感叹，很可惜如此念法，像这样的念，像上头这样念，就允难成片，永远难于成片。什么叫念佛成片呢？这又是佛教的一个成语了。然后咱念念到一心不乱，当今世界上难得有其人了。但是我们要念到什么呢？要争取做到什么呢？就是你要念的成片啊，你有30句，少说10几句吧，多说30句、50句，再说你有1串2串，这个里头心不跑啊，至始至终都是南无阿弥陀佛呀。所以自个儿的水平是什么，自己完全可以知道所以要是像上头这种念法呢，就永远难于成片，所以这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要避免。